把明末和美国放在一起，你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为什么说美国与明朝越来越像呢？当然是韩国给谁当狗，谁就是真正的大明。开个小玩笑，如果比较明朝和美国的年纪，木匠皇帝朱由校继位的时候是公元1605年，此时明朝已经建国238年，帝国在前几届皇帝的折腾下摇摇欲坠，距离明朝灭亡的日子也不到40年了。而拜登上台的时候，美国已经245年，两个帝国差不多是同龄人。不仅如此，两国面临的困局也很相似，首先就是党争。经常看历史剧的朋友会发现，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，太监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。其中明朝的太监最出彩，有提笔安天下的田毅，上马定乾坤的狗儿，其次下西洋的郑和，还有平时帮着皇帝处理政务，遇到战事就跑到前线监军的汪直。但还有些太监选择走祸国殃民这个赛道，比如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的刘瑾、魏忠贤，还有在土木堡之变中瞎指挥，差点害明朝亡国的王振。但不能否认，明朝皇帝对太监是真爱，后宫的妃子都不一定比太监亲。那问题来了，太监这个团体特别容易出坏人，为什么明朝的皇帝还这么爱太监？事情还要从朱元璋开始说。大家都知道朱元璋是个狠人，他把34个开国功臣杀掉了30个，不能容忍官员的任何错误，动不动搞大清洗。他不光对别人狠，对自己也狠，把宰相职位废除，每天干得比996还累。宰相是为皇帝分担具体政务的职位，但在朱元璋的眼里，宰相就是来分权的，他宁可一个人扛起所有工作，也不愿把权力分给别人。朱元璋可以这么搞，因为他身体好且精力充沛，可问题是朱元璋的孙子们可没这样的好身板，谁家皇帝是积劳成疾996猝死的呀？所以明成祖朱棣就搞了一个内阁制度，就是找几个能力不错的大臣做皇帝的秘书，帮忙处理帝国的大小事务，这样皇帝们就有时间去斗蛐蛐、修仙、谈恋爱、做手工艺了。这种内阁运转方式带来的好处是皇帝的工作量大大减少，但仍然没有减少到让皇帝满意的程度，因为奏章这个玩意看起来非常麻烦，碰上啰嗦点的大臣，恐怕问个安都能写一大堆。这个时候，聪明的明朝皇帝就想出来个主意，那就是安排太监再过到宫序，让司礼监审核内阁发来的奏章，有什么重点就告诉我，没事了我就去做木匠活，或者去后宫快活去。在这套体系下，皇帝的意见逐渐不重要了，整个帝国就像一部自动化机器，无论皇帝英明神武还是愚蠢至极，明朝始终如一。但随着官僚体系的逐渐壮大，秘书团队也开始和文官们勾结在了一起，皇帝的需求被文官们集体无视，比如那个修仙的嘉靖，连认爹的权利都没有，万历想立小儿子为太子，也被文官集体给骂了回去。庞大的文官体系逐渐成了皇权的对立面，凡是皇帝想干的却不符合文官利益的事情，文官们就会想方设法让皇帝干不成，搞得皇帝们只能在龙椅上骂娘。脾气不好的如万历，干脆直接撂挑子不干了。黄仁宇的万历15年就写尽了万历的无奈。作为皇帝，他能干的事并不多，很多时候皇帝都是一个象征和摆设。明朝的文官们除了打嘴炮，其他的正经事什么也不干。到了明朝中后期，文官们逐渐形成了势力集团，比如楚党和东林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太监被皇帝重用起来，他们更像是皇帝对抗文官系统的一次反击。阉党完全代表的是皇帝的意志，比如替皇帝搞银子，充当皇帝的打手，甚至替皇帝监视军队。相较于不听话的大臣，皇帝自然更爱听话的太监，其中太监系统玩得最好的应该是天启。天启皇帝重用大宦官魏忠贤，你笑他是昏君，他笑你不懂大明。天启帝重用阉党的原因也不复杂，只有用太监，他才能完全绕过文官系统，用阉党来干自己想干的事。也正是有了皇帝的加持，阉党才能肆无忌惮把持朝政，迫害东林党。今天的美国一样有根深蒂固的官僚集团，也有东林党和阉党的两党之争。然而随着中东的两场战争，奥巴马上台后的美国已经显出颓势，很多问题也就是在这时候暴露的。
总的来说，奥巴马在任期间口碑很好，但啥事也没干成。比如拉拢乌克兰搞俄罗斯，结果俄罗斯直接掀了桌子，发动战争，联合沙特打压油价，想制裁俄罗斯经济，结果东方某国给俄罗斯输了血，让俄罗斯缓了过来，想推广 TPP 遏制中国，结果川普一上台就把这玩意儿给废了。奥巴马在任期间想干的事一件也没干成，原因不复杂，虽然他要干的事情从长远来看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，但是短期内严重损害了美国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。这就和明朝中后期的情况一样，文官系统觉得你要干的这些事不行，那对不起，这些事就推进不下去。有这伙人把持朝政，要干成什么事不容易，但要破坏什么事让他干不成非常容易。对根深蒂固的官僚系统来说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需求，他们抗拒变化，因为变化意味着要重新分配利益，这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东西。明朝末年的官员如此，今天美国乃至其他地方的官员也如此。就像明末的天启皇帝任用宦官，敲碎了文官这块团结的铁板一样，在4年前的美国，川普上台了。川普显然是看到了问题，他深刻认识到，如果按照美国现在文官系统运行，他的想法一件也完成不了，所以他大刀阔斧开除官员，重要岗位全换上了自己的亲朋好友，比如自己的女儿、女婿，甚至包括他自己的高尔夫球童。这些人就是川普同志的阉党，国务卿庞培欧就是类似魏忠贤一样的人物。有了阉党的川普，把美国的文官集团晾在一边，大小事务都和自己的政治小团体私下商量，绕过文官系统，干了以下事情：退国际组织、撤军、贸易战等等，基本上做到了每次喊话都能语出惊人，让白宫的官员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媒体问得一脸懵逼。美国的文官们除了破口大骂川普和阉党们脑子不好，就只能眼睁睁看这伙人在那胡闹。不过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去看，阉党的结局一般都不太好，事实也正是如此。川普下台后，阉党被东林党全面清算，川普至今身上还背着官司。除了党争，美国和明朝一样也面临钱的问题。在17世纪，明朝是全世界的经济引擎，瓷器和茶叶的利润高达600%，海商、士人和大地主们获得了巨额财富，而且还不用向朝廷缴税。浙江整个省的茶叶税一年只有270两银子，这沉重的负担都落在了老百姓身上。对东北的辽东饷，对农民军的缴饷以及军队的训练饷，全部都要由农民来承担，这让小地主成了佃农，佃农成了赤贫，原本兢兢业业的公务员成了闯王李自成。今天的美国也是如此，各种能源、军工和互联网巨头通过花样百出的设计，基本上不交税了。地产大亨特朗普一年只交了750美元的税，扎克伯格声称自己向慈善机构捐出全部450亿美元，但实际上只是左手倒右手，完美避税。由于大部分的负担都压在工薪阶层的身上，1970年代成型的美国中产社会已经彻底崩溃。如今1%的美国家庭已经拥有了全美财富的40.8%，而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只有40年前的购买力。当年明朝的国库空空如也，崇祯为了筹银子而忧心忡忡。如今美国的国库负债27万亿美元，债务利息超过了军费支出，成为最大的支出项目。更加剧这场危机的是瘟疫。明朝末年，一场鼠疫席卷华北，河北实施9空，京师的3大营彻底失去了战斗力，李自成奇迹般地攻占了北京城。如今的美国也经历了3年疫情，一边是失业人群，一边是企业招不到合适的劳动力。美帝光鲜外表的背后是债务压顶、经济失速、社会割裂、党争不息，任何一件事情上都难以取得共识。世界上没有千年不灭的帝国，晚明化是没有解药的不归路。历史圈有个300年定律，任何一个帝国都无法持续运行超过300年。中国历史如此，世界历史也大同小异。那些一时繁荣的帝国普遍都无法存活超过300年。例如，大英帝国从征服印度成为帝国，到2战结束后又恢复成为岛国，整个过程也未超过300年。
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一般情况下，一个社会正常运行100年左右，资源就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，从而形成几个利益集团。这些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相互争执，整体上保持稳定且缓慢的发展势头。他们的共识就是维持现状，因为任何激进的改革都意味着损害旧势力的利益。美国目前正面临着这个问题，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明朝末期。我们不预测未来，只总结历史。历史已经告诉我们，明朝化是个死路。美国能否跳出这个300年怪圈，就看它能否解决这些困局。未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